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我身后的这栋别墅，坐落在美丽的 San Clemente Orange County， 一个冲浪者的度假胜地。它的文化与它的历史底蕴也非常浓郁。Richard Nixon 总统的房子就在我们的隔壁，而且它拥有450英尺宽的海岸线景观。今天跟着我们来完整的看一看它全部的细节。欢迎来到 Calle Isabela。和大家分享的这栋房屋相当于 triple gated， 对不对？ Yep。正面有一个大的社区，下面一个子社区，子社区只有16栋房子，自己还有自己的铁门。是的。车道进来 cul-de-sac， 它等于是一个 cul-de-sac 尽头嘛。除了车进来的门以外，两边两侧各有一个行人的门，行人的门去的还是不同的区域。一边呢是直接奔着房子去的，铺的这个石块啊，整整齐齐的延伸过去。那这边呢就是土地了，比较放松啊，小公园的感觉了。从这边一路走过来，这是它前面的花园。是房屋进来镜头里面可以看到了，整个房屋已经展现在你眼前了，非常的大气，那种大庄园的感觉一下就扑面而来了，一点也不小气。再看周围的这些橄榄树，以及旁边的这些绿植，把前院铺得满满当当，一点问题都没有。花了大价钱啊！没错，这个真的是没说的是舍得花成本在里面的。那前面的车道呢，慢慢的铺设，一路一路的进去，正对的就是房屋，但左右两边的草地、植被已经相当完善了。其实这栋房子很多网友在网上以前看到过，对不对？那这栋房子实际上有些东西我们想为大家更正一下，比如说大家很关注的说啊，这个房子离着不远，旁边就是一个 nuclear plant，which 已经杀档在93年的时候就应该关掉了。对，它的核放射量是什么概念？就是身后这个著名的加州的冲浪海，你每天在里面冲浪10小时，连续冲100年，得到的放射量相当于你去牙科扫一次 X-ray 牙的这个放射量。所以什么东西都是两面的，大家也不要听我说的，也不要听别人说的，多去网上做一下 search。如果你真对这个地方感兴趣的话，很多地方并不像很多人告诉你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因为我们来，很多人现在还在冲浪，对吧？很多人就在下面享受这个，因为是加州最有名的一个冲浪的海滩线之一了，可以说是。可以看到这边前院的大量的植被慢慢长起来了，绿化的效果起来。今天天气也非常好。右边啊，其实中间是一个大圆盘环形车道，但从我的右手边这边过来呢，直接可以看到是它的车库。车库侧面有4扇门，正对着有1扇门，你想怎么停都可以，里面可以停大量的车，4、5辆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不对？往那边就是它的侧院了，侧院很漂亮，教授也很喜欢它的侧院，很喜欢，很有那种小古堡度假的感觉。那房屋我们再往这边拉过来一点点镜头，这个房子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到这个价位的房子其实应该要做到这样，就是你看它的外立面从最右端一直到最左端，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是无聊的，或者就是说他忘记了粗心啦，稍微简简单单做的没有，每一个角度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大量的石块、砖块以及木质的飘窗的结构，往那边还有很多拱形的窗户、铁栅栏，像那种葡萄园的酒庄的感觉，对不对？做的非常立体。它是一个地中海和西班牙风格的融合吧，包括这个地板的感觉，走上去就很立体。你从这走来，它是一个3D 的感觉。从听到的海的声音，闻到的这个海水咸咸的味道，周围的植被的味道，以及你视觉看到呈现出来的整体给你的感觉。身后这边实际上是一个客房。客房呢和主房通过这个连廊是连在一起的，但实际上不互通的。
对，你就进去以后，自己的起居室、自己的卧室、简易厨房、卫生间都有。同样打开门，在卧室里面都能享受到非常棒的海景。看你怎么算，这算是 detached 对吧？没错，因为它正门是在这儿嘛，从这边进门嘛。上面这个地儿呢和下面也不是通的，上面这个地儿要通过这个廊桥啊，或者是侧院有一个楼梯才能走上去。对，你作为另外一个客房或者是一个 office 都是可以的，对不对？完全分开，完全没有问题。作为哪怕作为一个健身房，好不好？对，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地儿你前后院都能看得见，看到前面的访客，也能看到后面的海景。这个房子最大程度的利用了每一个窗户，看出去都能得到非常棒的景观，以及大家和我镜头里其实也能看到，哎，这个迷你的小的拱形的门廊，它做成了2段，不是很简单的做一个拱门，两边和上面4个等于是都是成倍数增长的，每一个看出去延伸出去的都是这个碧蓝的海岸线，以及你非常漂亮的后院 landscape。没有遮挡，就在你家后院，就在你家，450英尺宽的悬崖海岸线，在整个南加州，咱就算是不说到圣地亚哥吧，咱从 Santa Barbara 开始算，一直到今天 San Clemente， 几乎都覆盖的位置里面，你能找到这样海岸线宽度的，不超过10套。保守估计不超过10。对，可能还要更少。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我甚至都找不到第2套。我知道第2套在哪儿，我能找到第2套，但是第3套、第5套我就真的找不到。真有这个面积的，200-300尺的很多啊。是。往这边可以看到更多的前院外立面的设计，拱形的窗户，上面的砖石块，就刚才说的那个小的铁围栏，对不对？很漂亮，非常漂亮。往正面走，你看很多这种小的连廊，它这种下面的回廊啊，不光是正门。就它的侧门、后院很多地方都有这种走廊的结构，做的都非常好。一会儿进去跟着我和教授一起来，给大家一一的来陈述。但进门之前，带大家看这么好的房子，关注我们房子这么久，喜欢看房的朋友，给我们一个点赞，点一个关注，不过分吧？对不对？喜欢支持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点赞关注了。是。那我们话不多说了，打开门跟我们去看看室内。来，进到室内和大家来详细分享这栋房屋。可能整个 Orange County 它都是数1数2的存在了，是 arguably the best property in Orange County， 可以这么说。正门这个门很重啊，先说。对，这个是这是第一个门就感觉到了，是不是？看着不是很大，是吧？哎，然后进来以后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玄关佛爷的地方，上面一个哥特式的一个挂灯，以及上面屋顶的木梁的结构像太阳花一样在中间聚拢一个圆形的区域，所有的墙面都刷的是 Venetian plaster， 非常好，所有的哈，所有你能看到的室内墙面，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水泥随便刷一刷啊，或者油漆刷一刷，不一样的。那么从玄关的位置呢，先走2步过来。因为很多地方垫了地毯啊，实在看不出来，实际上很多都是 travertine 的石料啊，以及大量的实木地板做的铺设，直接过来一个台阶下来，非常好的景观，直接先给到你了，对不对？ Right. 我们一会儿在这边详细说，先给我们镜头转过来，把空间先联系好。同样往这边走过来，我的左手边是一个出去的小侧门，直接到前院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房子有很多可以出去的门。那旁边还有一个半位，就一进门有个半位可以给人使用，非常的方便。旁边一个旋转的楼梯上去，在我的正对的方向，实际上是一个小的坐的区域，当一个小的办公室、书房、会客的区域，哪怕一个观景的区域都是可以的。旁边有一道门，打开就是冲向室外的2层的那个空中连廊。从这个连廊直接再往前面走，就是那个2楼的部分了， right， 对不对？就是它2楼的休息空间了，咱们就可以让招待客人自己使用都可以。就如果你有外面的客人来这边谈 business， 你不想带到这个房子来，其实挺好的位置。是因为房屋占地很大。那我们再过来，这是房屋一进门第一个给你的 wow factor， 非常漂亮的这种铁艺的挂灯，2盏放在这边也是非常有造型，稍微有些复古的感觉。很大的一个 fireplace 直接放入房屋的中间，晚上你壁炉点亮，在这个区域。一进来就把你这个房屋的说难听点逼格就拉起来了，是不是？是，就能给你这样的景观的房子，请问有几个？你的前面看的就是海了，没有人家了，但又离沙滩相对比较远，不会有那么大的潮气过来，还能看到人在那儿冲浪。这种风格是现代室内装修是
达不到的，对吧？根本不可能给到你的，对不对？旁边啊也有门打开，两侧可以到它的院子里，因为已经这个社区可能你就算把 Crystal Cove 都算上好了，可能有一个 Crystal Cove 里面有一个铁门中的铁门社区，可能是唯一能跟这儿比的，但它没有这儿的环境啊。是，隔壁旁边尼克松总统家隔壁那房子下去，直接过铁路就冲浪了。Right。哦，对，尼克松总统的房子就在我们隔壁的隔壁。我天！他退休了以后，水门事件出了以后，退休了以后他就住在那儿，一直到他写完他的回忆录。哦，空间非常的棒，所有的石料呢，他把很多室内室外的这些材料呢，也都大量进行一些互相的使用，所以整个房屋的室内室外的这个装修风格呢，也是比较统一的，不像有的房子，你知道，室外看着像个城堡，一进去就全部变成现代化，是对不对？因为现在屋主听说是花了大价钱重新装修，是吗？1000万美金就是买了以后进来，但是你知道屋主才住了多久吗？一个周末是吗？哎，算算这个周末的价值，哎，从这边看的这些橡树看出去太漂亮了，就每一个角度就，所以我教室和我一来，我就说咱俩别坐下，千万别坐下。是这个房子随便哪个地儿，如果有机会，观众朋友们机会跟我们来参与拍摄啊，我们会以后邀请来。你随便这个房子哪个空间，你一旦坐下来，你屁股粘上了起不来的。是，所有的柱子都是石料做成，一个台阶下来到了就是它正餐厅的空间。正餐厅的横竖左右其实留的空间是不错的，放了一个8人桌，那你实际上稍微退一点放个10人桌也是 OK 的。对，那以这个房屋大小尺寸来讲，我觉得10人餐桌差不多了。差不多。对，你要非搞一个20人的话，我 depends 看你怎么用吧。而且这个地方放的挺合理的，对吧？对，因为这边，哎，就是它的这门非常好玩啊，两项推开过去直接就是厨房了，所以它格局的来讲，餐厅正餐厅的位置和它的厨房的互动也是合理的。所有的房屋的门，通外向的门啊比较有意思，都是有这个下拉窗户啊，对，就是让有一定的冷空气啊，空气有一定的流通，但你又不想说整个门都打开呼呼这么吹。这个海风真的是挺舒服的，站到这儿，该说不说，没话说，因为它保持了非常良好的距离，对不对？它又没有说坐到海岸线上。我们之前频道看过那种坐到海岸线上的房子，大家也知道是有些难受的。那更不用说从这儿看出去每一扇窗户，他们家的树真的是漂亮。他后来也种了很多树啊 ，cypress tree， 种了很多。后院的 budget 也是啊，哎，一会儿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去 release 这钱大概是怎么花的，对不对？包括你看全屋，哎，这个尺寸的房子全屋 smart home 200万进去了。他要不花这些钱，这个尺寸是我这是体验过很多次，这个尺寸类似的尺寸的房子，如果没有 smart home system 的话，灾难，关灯关死人的。是的，角度就是从这边可以看出来，走廊非常漂亮。去房屋的另外一段，去那边之前先往这边走一点。其实这是正门一进来的 courtyard， 旁边一个小的法式双开门，进来这边一个简易吧台，就是你从家回来了或者有客人啊，因为后面其实是车库，一过来就不用去厨房。简单，你想先喝点什么简单的东西，在这边就喝了，来一杯，哎，先来一杯鸡尾酒特调，对不对？就搞定了。对，或者一个小的服务空间，上面细节，你看这个小玻璃、小灯。你要想要更大的吧台，实际上后面有一些空间，我觉得是有改造的潜力的。是，我们继续沿着走道往这边走，值得不说，该说不说的，两边的柱子都是石料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拱形的建筑顶，全部都刷的 plaster， 一路走过去，包括这些灯啊，很漂亮，没话说。我们再往镜头过来，往这边走2步，旁边是它的酒窖，反正放个100-200瓶没问题，日常够用，对不对？够用。其实很多酒窖我觉得占的空间太大了。对。旁边这扇门打开，其实和旁边的吧台紧挨着呢，就是它的车库。车库的空间其实过去之前。这个当然是我觉得是屋主后来自己改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空间正常来讲，可能作为一个 mock room 之类的会比较合适一些，是不是？就是从车库进来换鞋的地方，它弄成了一个 chef kitchen， 但是至少它的表面用的都是不锈钢的材料，就正正经经是干大事的地儿，还可以。他们在这儿开过 party， 对吧 ？wedding 也做过，对吧？做很多的 event。所以他们也是根据自己屋主的需要，他做了一些格局的改动了。因为这个地儿从车库如果有服务的 catering 的车停到侧院，很方便。从车库直接进来，因为大家不想说都从主走道那边走嘛，所以他会有自己生活上一些考量，挪了一些地方。这个价位的房子买来的很多地方空间，其实陈设大家要自己再动一动的。就 valet 停前院，停车这侧院就给
工作人员。如果这个房子买来正好里面的布局格局你都觉得很满意，那么恭喜你，你省钱了，对不对？来，这样跟我再走2步过来。出来以后，哎，也到了这个空间了。之前有人看过，其实这个空间就是车库。那车库来讲，这么大的房子，你或多或少的都是车的收集者。侧面的有courtyard的门，可以直接去侧院。这边几扇大门打开，哎，这个有点像接近于咱们去 fire department 的那种大拉门的感觉了，真的是弧形的往上面拉开的，两侧的灯直接排开。这边还有一些镜子，可以作为一个豪车的 display 的地方是没有问题的。我需要夸一下你身后那个门。哎，你知道吗？这就是很好的设计，正面直接开，就房屋的正面那个门嘛，从那边直接开进来一辆车，那从任何哪个口出去都可以。对呀，对，方便屋主使用嘛。这边完了，回到走道继续看。来，车库回来，继续走。房屋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很多的地面墙漆。很多的灯具啊，其实都是花钱在做了。可以看到，我们几乎能看到的地方，实际上它都花了一些钱就做装修了。是对，包括你看走道，你看长长的走道嘛，两边的法式双开门打开了以后，面对是它中间的小courtyard。对，我们出去集中给大家介绍，这个courtyard非常的宁静，舒适。去那边之前，往这边走2步，他把这边也打通了。哦，正常是墙，是吧？对，就最早那一任屋主，但你看这样做出来，感觉那边的光可以进来。哇，就每一个什么叫 picture window 更敞亮，对不对？就你这个房子不需要挂画的，为什么？因为每一扇窗户看出去都是无敌的景观。我们尽量给大家多拍些景观的画面，和大家一起来体验这栋房子。从这个角度，其实反着看走道也很漂亮。身后这个楼梯呢，上去它房屋其实是有2个楼梯，这边有一个楼梯，那边还有一个，那边是离主卧近，这边上去是 master 的那个 junior master。OK， 一会儿我们会从这边回来给大家来介绍2楼，大家有一个印象。这个灯有点像反过来的咱们那个青铜神树的感觉。青铜神树，我在想说葡萄啊，也可以，好不好？反过来的葡萄藤，转过来往这边走，同样你看，这是又是一个这个下面的风雨连廊的感觉，或者小的走道的感觉了。拱形的门，上面的木梁支撑，一条下去，下面的小的这种红色的烧砖，一阶一阶的这种鱼骨形的拼搭过去。这种空间非常多，这个房子，刚才那个也是。是。我们镜头现在到哪儿了？厨房。这个角度，这是看着就很假，你知道吗？就说这是你这个是你这是绿布吧？对不对？网上不有那梗，你是绿布吧？对呀，你看是不是绿布？然后扔个盆，啪，真的像绿幕，一点都不夸张。太假，每一个 window 看出去都非常漂亮，因为它后院的植被屋主也是花了大量的价格重新做所有的植被。去迎合每一扇窗户，从每一个角度看出去，保证都会得到最好的享受。在这里面，先把房屋的基本信息给大家，要不然我都怕我忘了。房屋现在的价格4300万美金，还可以哦，这个价格说实话，当然依然不算便宜啊，大家别去抬这个杠。你们能谈到多少钱啊？是我们和你们的本事，好吧？室内面积来讲，12854平方英尺，占地面积2.6平方英亩哦，2.6平方英亩几乎都是平地给到你。7个卧室，11个卫生间，可以吧？太可以。厨房该说不说啊，这是我见过的最怪异的厨房的做法。你知道，它中间不是方形，也不是长方形，它做一个 L shape 在中间，作为一个吧台使用。大小 L 的，你说这是？但是我挺喜欢的，像那种日式小火锅啊，什么往这一坐，这种感觉，我就挺有可玩性的，好吧？然后这个就是传统的厨房很多都会有的这么一个座位了。非常漂亮，写作业的地儿是吗？又来了，你怎么老想孩子在厨房写作业呢？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天然石料 marble 做的这个表面，食材也是重新换的。橱柜不是白色啊，橱柜实际上是因为我之前看到别人的有，其实橱柜是发灰那种水泥灰的感觉。哦，是吗？哎，蛮高级的这个颜色配起来的。地面同样也都是冻石，一个 Sub-Zero 的冰箱也非常的不错。往这边所有的橱柜下面都是有做 LED 的灯 ，Pot filler 也都有。一个60英寸的 cooktop wall， 上面这个也是做成这种 rusty 生锈的这种感觉的一个厚包起来。看，然后再看你的顶部所有的这些木梁都在，有人就会觉得，这个好不好？房屋风格，对不对？没办法，它不是个现代的房子。走到尽头，左手边就是那个小半扇推门，推开直接去餐厅，就在这边。旁边还有一个小的 pantry， 里面还有一些准备的空间都有了。那边有个小的洗碗池，然后同样这边还有一个洗碗池，这也挺少见的。主导台因为它的形状，所以它没有洗碗池了，全放在这两边。那么小的洗碗池依然给你一个窗户，
对吧？讲究的做法，那洗碗机，对不对？下面的 microwave 以及这边也有更多的洗碗机啊，全部都已经配齐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该有的所有设施也全部都给到你了，更不用说这个窗户，哎呀，真的是漂亮。大家多给我们留言好吧？点赞关注，我们找机会一定，如果我们再有哪儿发的时候，我们争取发个动态 schedule 出来。如果有人有兴趣，正好跟我们拍摄地点近的话，我们邀请观众朋友来跟我们一起来实地来看，是对不对？跟大家更深一步的分享。镜头再走过来，这是它简易的早餐厅的位置了。侧面有门，打开可以直接去它的后院，两扇窗户看出去都是非常棒的景观，无可挑剔。很漂亮的一个艺术挂灯挂在了餐桌的正上方的位置。我们再往前走，这算一个偏客厅，算是 family room。这应该除了那个第一个大厅以外，这应该属于家庭厅的位置了，对不对？家庭厅的位置可以看到，也是给你了2层居家的挑空。所以上面的木质的结构也都暴露给你看，真的是非常的大气。因为用料都是非常的扎实。从这边可以看的也是这种拱形的窗户 ，picture window 法式开门打开，面对的就是太平洋的景观，450英尺的纵向展开。你就想这个房子就是很夸张的横着建的，但是依然每个角度景观我都能看得到。身后也有一个将近1人高的 fireplace 点缀在这边。如果就是你这边稍微往这边走2步，你试试站在这个位置，反过来镜头给大家看一眼。2楼实际上是有一半打开的空间的，这样是站在这个角落应该是能看得到的。你身后正好也有一个走廊，先说完。走廊也是这种拱形的走廊，有很多这样的区间，真的是很漂亮。不光是前面、后面、侧面都有。你从你这个角度看它的2楼，这个楼梯把手啊，什么东西都。没错，这是发现它这个楼梯的把手，它不是直接放在2楼的木地板上做的，它是弯出来爬在了2楼和1楼之间的，咬着这个沿儿，对吧？对，它是这么做的，所以给你一种额外的这种复古的感觉 ，classic 的感觉，同样费工费料，更麻烦的一种做法。所以说你知道这1000万，对不对？都花到哪儿了？以及上面的这个吊灯也可以看到，也是非常有品位了，很漂亮，适合这个房子，就是。它房屋的陈设、装修布局各个方面和室内外和这个地方是能搭的。你看你身后的墙面也都是室外的墙面延伸进来了嘛。常看我们频道的观众就知道，这个有1000万出头的房子和大几千万的房子的区别差很多。现在我还没看见邻居家长啥样，你知道吗？就看不到。来，往那边呢是有它另外的活动区域，在去那边之前呢，我们从这边出去。给大家看一下，它非常精致、漂亮的一个courtyard。来，出来和大家分享这个精致的小courtyard。哎呦，特别喜欢这个走廊，是吧？尤其是你知道这2个门开了以后，后面是海，这边又有一个小避风港一样的位置，是不是？反差感，真的是。而且一会儿大家从镜头里面我们转过来也在看，它中间的courtyard。courtyard 面对的所有的墙体的设计也没有任何的马虎。那中间这个地儿，你说没事搞个鸡尾酒会啊，自己弄个小聚餐啊，或者这个空间特别有地中海的那种地方的感觉。这个是我看见室外最帅的一个桌子。你能闻到海水咸咸的味道，能隐约听到一点点的海浪声，然后。你可以坐在这边享受一个户外的就餐，这个桌子就很有国内那种仪式感，你知道吗？任何地方都非常的棒，而且大家可以看它家具的摆设、陈设，以及这个中间的楼梯的空间。你看它所有的窗户错开层的设计，以及它不同的棱角切割，以及侧面我们走到旁边走出来的小的绿植，整整齐齐的沿着房子围好。你要花多少的钱的成本去维护到这个状态？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去达到这个效果，花的金钱就不是一个。我们简单就说出来了，但实际上你从金钱的角度衡量是非常可怕的。你看这边坐的位置也很惬意啊，往这边，对不对 ？Barbecue， 身后就是车库，后边一棵树，轻轻，这个一个，对不对？就都是钱，啪啪啪啪啪都是钱号在跳，对不对？地面非常漂亮的石砖做了一个铺设，排水做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轿车镜头稍微转过来一点点。站到这一侧，这边是侧面的门啊，要出去给大家介绍。但镜头转过来可以看到整个courtyard1层和2层的走廊之间，它做了很多这种留空的
2楼的阳台 balcony 也好，或1楼的这种走廊做了很多。对，整体的感觉就把这个房子更加的立体了。你每个空间、每一个维度、每一个层、每一个角度都有自己可以出去享受的位置，对不对？他们家窗户就往下啪啦，就是像小斜坡，给你更多小斜坡的这种层次感出来。那就要是站到这边，咱们退出来走，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侧院。这个房子通过我面对的3个小拱门，它其实把左右2个封上了，只留了中间的一个用这种红色的小的砖块 bricks 拼接好，小的花藤爬在这边，真的是走出来这个画面。如果说这个 property 在这个墙截止，我已经觉得很厉害了，是不是这个真是惊艳到我。太漂亮了，它就对但它的布景是在每一侧，其实大家都可以发现它很唯美的地方的。镜头正好转过来，这边就是车库嘛，对呀，对不对？你从那边就可以直接过来了。你看前面车库门口停车的位置也是挺多的。从侧院那个小人走道直接可以走到这边，这是是吧？侧院，那边也没有人家。对对真的是对，这是小区中的小区，只有16户。不夸张的讲，住在这儿的这16家人，要搞点事儿的话，会影响很多人生活的，是不是？的确是。多了就不说了啊。从这边往这边看，非常漂亮的一个石砖铺的步道，往那边走是它的侧院，有它室外的活动的地方。听海水的声音，海浪的声音，这是自己家侧院，自己家这跟公园不是 public beach，对呀、偶尔呢会听到 Caltrain 的那个火车过来的背景音，咔啦咔啦咔啦声音，这种感觉。一天呢2个方向，一共26班，绝对不会吵到你。如果有人说吵的话，请你自己来这个 property 听一听，我一点不觉得这是一种吵闹，完全没听见，反而是一种度假的感觉。很有情调的一个东西。没错，那我们整个侧面的院子啊，给大家看完了，回去房屋1楼还没看完呢，来，回到室内。我已经震撼到了。真的是舒服。很多房子，你知道视频里面我们尽量给大家展示，但真的亲身体验，你才能知道它到底有多美。是 powder room 无处不在，根本不用担心卫生间这种东西，好吗？地面不同形状的地砖铺过来，往前走，侧面的小窗也不提了，每一个角度看出去，室内、室外、前院、侧院都是非常好的景观。这个地儿的隐私也是没谁了，对，你很难找到比它更好的隐私了。身后啊有一个卧室套间，大管家住，好吗？可以，自己的卫生间、衣帽间都有，尺寸也不错，看的是侧院也很安静。说个不好的习惯啊，谁要抽烟，没事开门早上哭在那抽个烟冒个烟去，对不对？不主张啊，抽雪茄。往这边走，电梯也是屋主进来以后装的，就以前这个房子是没有电梯系统的，对不对？所以它装在这边了。上去就是主卧室，实际上就给主人自己准备的。往这边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实际上大家要理解啊，就是从那边是泳池的一头过来，它实际上是一个干湿分割的区域和室内。就是如果你需要的话，这边我觉得放一个什么呢？放个动感单车呀，或者 treadmill 啊，你透过窗户打开门，海风吹进来，海景看着，哎，做个简单的有氧锻炼是可以的。放啥都行，就别放麻将桌就行。啊，麻将桌肯定不放 ，OK。然后往这边走过来，2个区域，为什么我觉得这边跟大家说是从泳池进来的区域？旁边这边是个 shower，OK，那边有 closet，里面毛巾啊、换的衣服都可以放在这边。这边是它一个 powder 卫生间，那就是为外边的。对，就等于是泳池，因为它没有单独的 pool house， 所以泳池换衣服进来，给自己倒腾利索了，从这边回屋，或者你在这边锻炼完，洗干净了，就该忙你的事情，对不对？它就是这么一个空间。行，你要，所以很多空间实际上看你怎么用的，对不对？有很多空间是大家不合理的原因，是因为不知道怎么用的。哎，这边这个楼梯，你看又有窗户，它有好多的门可以到室外。你要没有全屋的 smart home， 因为每个门哪个门开着，你 iPad 上都会显示的。是你没有 smart home system，OK， 你这门开着，你哪知道啊？吓死你啊，对不对？这么大房子值。对呀，楼梯这个楼梯直接上去就主卧室门旁边，我们一会儿上去看。先跟我们镜头过来，这边是他楼下的一个洗衣房，有自己的 sink， 空间尺寸不错。楼上也有一个洗衣房，这么大尺寸的房子，肯定要2个的嘛。侧面一个小门拉开，有一个小的活动空间啊，一个小的。他们主人因为遛狗，主人小狗
OK， 你要是养个藏獒什么的，让你在院里跑吧，对不对？因为小狗你跑到下面，跑到什么卡尤里过来给你叼了，这边没有了，我就说而已。所以小狗你还适当的要给它捐一捐的，是不是？哎，大家到这个空间有没有觉得隔音不太一样了？是稍微好了一些，是不是？它墙上面是铺的布了。是吗？吸音布了，所以这个空间严格来讲呢，现在 staging 成了一个好像是个 lounging 的 area，OK， 实际上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电影院啊、棋牌室啊、man cave 啊，都是可以的一个活动空间。教室侧面那边还有一个 powder room， 那更不用说镜头里其实已经看到了，我的左右两边都是滑动门，出去是它的后院。California Room 透过每一个门洞门廊看出去，它的海岸线对面的 Dana Point 海岸的景观都非常的棒。那边我在这边夸张的讲，我可以听到那边冲浪的人群的感觉。是，当然不可能听得见，从2楼你能看见，好吧？镜头再过来一点，空间尺寸没有任何问题的，房屋的规划格局，这个地方隔音好，整体来讲，这是一个好地儿。我允许你把完颜桌放这儿。双开的法式门。白色的海鸥从这边飞过去，墙上红色的这些花朵爬藤，海风一吹过，你在这儿打个麻将，你能不多胡几局吗？绝对不可能的，好吗？如果有人嫌着烦 ，OK， 看这个角了吗？墙体的结构，给它封上。我做一个小半透明的拉门隔起来，我一天到晚在这屏风，哎，可以吧？小的屏风门帘，太顽皮了，是不是？喜欢看我们朋友的房子，我们这点做的确实会更好。喜欢我们视频的话，一定记得点赞、关注，这才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努力。那么现在从这边出去，给大家完整的介绍这栋房子，在南加州都独一无二的后院景观。一出来，非常漂亮的一个加州阳光房的位置，它都不能叫了，因为这种走廊太多了。很漂亮的一个 fireplace 放在室外，红色的这个砖啊，这是可以烧真木头的。你要是在这儿放个披萨 oven， 是不是也可以啊？厨房在哪儿我都忘了，在courtyard呢。谁买了这个房子，我替大家做主了，让卖方给你做一个，不是什么大问题。不是什么大事。其实这边很多天然气都已经接好了嘛，是吧？对不对？你要真想在这做披萨 oven， 绝对是可以的。往这边走，户外的一个小的 lounging 的区域，酒吧，简单喝点东西，吃点东西都是可以的。你坐在这一排好吗？你就一坐，要不要的嘛？景观可以的嘛，兄弟，对不对？一个炮楼一样圆形的区域，下面又有一个小圆桌，室外麻将牌可以吗？来一个，对不对？我就说它这个房子，你看它有很多这种圆形的这个中间的结构，把房屋整个用横截面这种横条串联起来，真的很大气啊！它每个圆形的结构上下都做东西了，上面那个也不错，一会儿上去我们看。但从这儿每一个留空的地方，你看出去的景观都是非常棒。那边是泳池，景观没话说。但是先跟我们镜头啊，往这边走一点过来。从这个门出来的位置，到它房屋的另一侧，因为它很大一个侧院，这个侧院是有潜力做其他的东西的。这边有一个小便池，专供男士使用，还有一个 outdoor 的淋浴。就是你游完了不想进屋，在这边简单冲一下 ，OK 的。往这边走，再过来。刚才的那个 man cave 隐营室侧面的拉门拉开出来，还有这么一个大的地方，你在这边摆点桌子椅子，依然看的是没有，就只是不夸张的讲，这个3个门洞给你看出来的景观，就这样的景观，你在南加州的海岸线能找到多少？还是没看见邻居啊？不存在的，不能这么说啊，在那边呢，对不对？我们再往这边走，可以看到屋主买了这个房子以后，在整个的 lot 上面种了很多的这个 cypress tree。每一棵树的感觉就像景观一样，自然的生长伸出来的样子，非常的漂亮，就跟它泳池印的那个马赛克一样的。泳池马赛克一会儿我们再详细介绍。先跟着镜头往这边走过来，侧院这个地方 ，OK， 往那边过去是车库的位置，身后呢，是屋主自己家里人的喜欢的运动，他们自己盖了一个这个叫什么球啊，我还真不太了解啊。他们在这边运动，如果有需要 ，OK， 买来把它改成一个 pickleball 球场。网球场不可能啊 ，pickleball 球场 OK 吗？买完以后想怎么干怎么干。你转过来镜头，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位置，你说这儿盖一个 pickleball 球场，你在这儿打个 pickleball， 这是什么画面？对不对？如果想要网球场前院
好吗？前面一进门车道左边那个花卉的那个地方啊，没有问题，那是可以的。对对，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你看旁边还有一些坐的 bench 休息的地方，旁边那些是矮松、意大利松、palm tree。各种的植被把你的整个加州的室外生活完美的诠释给你了，但没有说太过分需要维护。它有些真草，但是大量留了一些空的地方，因为有些地方确实你要把它种得太满了的话，我是觉得会太腻了，你知道吗？不够清爽。我到现在除了海的声音，我还是啥都没听见啊。大家应该能听到我说话，我尽量大点声音啊！我在这边能听的就是海浪拍打的声音。对呀。我从这儿看下去就是冲浪的人群 ，security 盯着海岸线，对不对？就那么多人在这边享受。现在这个是整个 property 最角落的一方向吧？如果按照东西南北的是最南的角落。从这边我们和大家完整的体验一遍这个房屋的海岸线，跟着我们一起走一圈。从这个镜头里可以看到，下面冲浪的人群已经非常多了。现在是4月初 ，OK， 4月初这个时间。非常适合人冲浪了，已经。对，更不用说 San Clemente 这边每个月都有大量的艺术展、艺术节。城市呢，在它的 San Clemente 的火车站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很多人呢也会来这边打卡拍照。包括最近啊1-2年，Josh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就华人圈里管 San Clemente 叫什么？叫什么？加州小浅仓。哦，是吗？就是这儿，很多人去他那个火车站的地方去打卡拍照，去仿。在日本的浅仓高中门口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你就说，哎，你要坐在这边，你就看着你眼前的这个景观，我待个1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人家在下边冲浪，来，教授来，你坐在这边体验体验，我拿着来。哎呦喂，我的天哪！怎么样？这个画面没话说呀。谁在这踏踏实实不能坐个几个小时啊？啊，在这儿晒太阳绝对了，真的没话说，是不是？来，火车来了！哎呦，这不是拉货的啊，这是拉人的。这是双层的景观列车啊，就是这个列车是同样一班车从这边是直接通过 Union Station， 好像在尔湾也停。尔湾也有 station 能停，然后一直到 Santa Barbara 那边，有机会我们到 Santa Barbara 给大家拍一套房子，那边景观也是非常好的。OK， 就是一直往那边走的同一辆列车，每天呢13班，就是来回一共是26趟啊。咱凭良心话讲，你觉得是火车吵还是这个海水吵？我坐在那个 bench 上面才听到火车，说实话，对吧？我觉得更多带来的是一种放松的情调，是一种文化。因为像这种观光型的火车给你带来的很多更多是一种情怀吧。因为现在人出去这种活动啊也好，旅游也好，谁还坐火车？已经越来越少了。是，火车更多是一种度假的方式了，并不说是一个交通工具了。对，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错过房子，大家不要嫌长，因为这个海岸线真的很漂亮，450尺，也不是谁家后院都有的。旁边做了这种小型的步道，跟着我们一起往前面走。旁边两边的植被，大量的植物，往下面是一个悬崖。那有人说啊，治安问题怎么样？我最近30年，我大概 search 了一下，没发生过一起上来的事件，好吗？上来还真的挺不容易的。你得有2下子才能上来的。OK。然后甚至有人说什么 San Clemente 山体滑坡这些东西，我也再查了一下，这一片。也没有发生过，最近20年。OK，San Clemente 火车站那边是有过，这边也没有海啸，对吧？对，从教室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整个的泳池也是非常的漂亮，它实际上是高于后面悬崖的。是，哎，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在自己的房子没事转一转是什么感觉？这是你家呀，你看这。很多人要开车到海边的那种 public 的这种 state park 才能有这种 trail 的感觉，别的地方你是根本享受不到这些东西的。这个海滩开车还有点距离，还要骑自行车过来。看我眼前的这些树，这样一个石头的景观，小土道的景观，火车的铁轨，海岸线冲浪，戈壁冲在这儿的感觉，太美妙了，实在是，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地方能说它不好。旁边是邻居那边的后院了，我们就再不往那边走了，
我们直接一个short cut，那边也有路，其实可以继续转一圈的。我们走一个short cut过来，从它草地过去。San Clemente 这个城市整体来讲是一个偏安静、舒适生活的城市，并没有非常磅礴的发展，不像尔湾那样啊，人口的流动啊和乔迁非常的激烈。但是呢，它是一个很宜人的地方。这个房子如果谁买来，我不建议你作为一个4、5年的规划，我觉得是属于一个家庭的这个房产的 estate， 就是家族的 estate， 是扎扎实实照个5年、20年、30年、50年去住，可能是。很多代基本上就在这儿传承起来，因为450尺的海岸线 ，OK， 不是哪儿都有的。光这个而且错过了就错过了，它不一定卖。你再想找一个450尺的 ，OK， 你不见得找得到的，对不对？而且同样，房屋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已经可以看到，房屋整体的后院的规划在你这边非常的大气，有这么多的绿地。如果你想把这个绿地更好的利用起来，你说这个大小盖不了一个 pickleball 球场吗？也是完全可以的。最近很上瘾 pickleball 哈，哎，还可以。或者你知道应该干啥吗？不行，下面有车，你要挑时间段，你知道吗？挥一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房子有很多可以继续让它变得更好、更完善的。就大家买这种房子，不要觉得就是一步到位了，实际很多东西需要根据个人的喜好再进行一定的改变啊、升级啊、调整的。现在屋主不是也花了1000万在装修上面？对呀。就是说，如果大家要精打细算的话，反正尽量买着一个合适的价格，然后再重新 investment 这个 property， 对，让它变得更好。这个画面太漂亮了。包括这后边泳池啊。去泳池之前，就要是先跟我镜头往这边走2步。我们不往上走了，可以看到镜头的侧面这边就是它的 guest house。guest house 上面伸出来的屋檐做的也是非常的漂亮，用那种木质的结构顶起来的，像小木窗一样，是不是？上面有铺瓦片的。你没说还真没发现，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很漂亮？以及下面、后面，包括它的 guest house 侧面出来坐着的地方，你依然可以欣赏到这样棒的景观。整个后面这就是一进门的那个 arch 的这个大窗户，落地窗，是你的景观从这边直接一个 frame 给你非常干净的景观。你在这边做一个 fundraiser。因为它停车的地方够大，对不对 ？Party、wedding， 像山上的老板一样，对不对？你搞这种全球的住在哪儿的子孙子女们全部都叫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泳池简简单单，好的东西不需要复杂的好的食材往往不需要复杂的烹调，就是它已经有这么好的景观了，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泳池就可以了。这边一个热泡池正方形，两边潜水区，非常大的巴哈 shelf 楼梯式走到中间。里面用马赛克拼接了一个 cypress tree。这个泳池屋主来，咱们一边走一边说好了。这个泳池屋主买来了以后拼这个树，就是你站在这边，我站在对面，咱们这么走。这个树整个泳池的马赛克，他们是在佛罗里达先组装好，然后拆解开，拼好了图案，拆解开，运到这边再拼上。光泳池整个的马赛克重新的铺设100万美金。你说他1100万都花在哪里了？我不说他因为没有任何的工程，我相信是100%都花的非常的刀刃。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确实有很多的花销已经扔在这里面了。那更不用说这些角度，从你的反面看的这个房屋的背面的外立面，也没有任何的马虎。它整个泳池该给你的东西全部都已经给到了。同样这边也有一个简易的入水点，房屋的下面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吗？哦，还可以封上是吗？对，它是有 pool cover 的，也就是说不需要的时候，泳池是可以整个遮盖起来的。这个 pool cover 要 cover 很长一个距离啊。教室走过来，小心点脚下。从这边可以看到，院子里面有很多可以坐下来放松、享受的地方，享受你拥有的一切，享受你整个加州的海景，对不对？一点都没有问题的。最后教室站在这边，我们再和大家一同站在泳池的后面，看一下我眼前的这个画面。我天呀！我真的，咱们也看过很多房子了，我不认为我们看过的任何一栋房子有比它更好的景观。我觉得想比它更好的景观的房子，也真的是很难再找到了。这么独一无二的一栋房子，这样的后院给到你们还有什么可挑剔的？我是挑不出任何的不是。欢迎大家来找毛病，好吧？
我们整个的后院和它的后院整个的院落为大家介绍完了，跟我们去看一下它2楼主要休息的空间。从这边的楼梯上来给大家来分享它2楼主要的休息空间。手欠啊，不好意思，大家别学我，我老看灯就想去摸一摸到底是什么材料。它这边是一个穹顶的一个设计啊，对不对？包括它的这些 LED 的氛围灯在上面打在整个顶端，感觉漂浮了，挺不错的。是，楼梯的这个灯正对的，哎，就是那个 courtyard 嘛，对不对？哦，正对的是200万，在我这门后面，好吧？这是灯的系统是吧？整个 Smart Home 的系统。整个 Smart Home 系统大脑在这边 OK， 对不对？这边一上来呢，是它一个次主或者叫做Junior Master 也可以吧？你看，因为其实进来你可以看到床的尺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边有自己的小阳台打开，2个椅子往这边一坐，透过这个栏杆前面的植物，一草一木都是景观，可以说是。OK，哪怕你就躺在床上，你从这边看出去依然是很棒的景观。是，旁边这边 closet 空间绝对够大，衣帽间，往这边它的卫生间尺寸也是够使用的。那作为大点的孩子，家里的长辈老人，哪怕做个小主卧一点问题没有。是，我们继续来走，来从这边过来，到这边左边这一侧，它的双开门打开是它冲着中间的 courtyard 的那个2层的走廊啊，就在这个位置。从这边打开可以出去，而且不光是只有这一个门啊，侧面也有门可以打开直接过去的。这个设计就很完美了。没错，那到这边大家看到这个半开放的空间，就应该想到了，这就是1楼的 family room 上面的这个区域了。旁边这边打开有自己的balcony，出去看非常棒的景观。简单做的区域或者做成你想做的空间都是可以的。从这个角度看，整个房屋的2楼的这边也是不同的效果，包括看1楼啊，也是蛮不错的一种感觉。啊，就是从上面看没有这么高，但从下边看这个栏杆挺高。这栏杆是不小的，而且它的做法嘛，对不对？全部都是抠在了下面2层之间嘛。是。双开门去旁边的这个院子，我们就不多说了，就不是院子，旁边的2楼的阳台，拱形的走道，我们往前走，2楼依然全部都是 plaster 的墙面。往这边，其中一个卧室 ，OK， 它的卧室尺寸都没有问题。最难得的是都会有自己2楼的阳台，很多阳台是连通的。法式双开门打开，直接就是看到景观，哪怕你坐在床上也能看到很好的景观。这是重点。卫生间、衣帽间就不多说了。那这边同样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尺寸的卧室，跟楼下的那个卧室楼上楼下你还记得吗？房侧院的也有自己的卫生间。哎，它不能直接看到景观了吗？实际上侧院也有一个伸出去的阳台，你站在阳台上往你的右手边一看，依然能看到很好的海景。这些 Smart Home 的这个开关都是4个的啊。哎，它给你做的就包括你看它电梯的这一套，它做的就非常的怎么说？你不能叫 invisible， 但是就非常的不会pop out。它跟整个的房屋做起来的感觉，就尽量保持它的一种非常低调啊，很好的融入在整个环境里面。这个小空间大家一看到应该就知道是哪儿的上面了啊，哈哈，对不对？对，就是那个可以放跑步机的地方。是。电梯到这边，旁边这是它楼上的洗衣房，稍微大一些。哎，洗更多的东西嘛。从这边呢，就是我们走到尽头的 family room 旁边，一进去之前的那个楼梯上来，身后就是主卧室。但这块儿大家还是要体验一下。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它这个房屋的2楼的阳台的地方，前后左包括它的侧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阳台，打开呢可以最大程度的让你从户外也能享受到这么棒的景观。就这种景观的价格，其实大家都说是无价的嘛。实际上这个房东我也确实同意这一点，它拥有的这样的海岸线，以及大家可以看到它做出来2楼的阳台一点没有马虎的，是一个很舒适的，可以招待客人。自己晚上在这边坐在棚下稍微避避风，依然也能看出去非常好的景观。从这边也能看到你整个的后院，这个画面就真的太舒服了。而且从这边呢，也可以遥看主卧自己的独小阳台，也是很浪漫的。我觉得这点就是听的都是海浪的声音，火车的这个背景的声音，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浪漫感，一种放松、舒适、旅游度假的氛围感。
我觉得这种东西吧，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是噪音，完全是看你这个人在看这个东西、听这个东西和你生活的过程中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对不对？ Right，你想每天我们就站在这边，听着这远处的海浪的声音、火车的声音，完全就是融合在背景里面的一小段旋律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能让你觉得非常的吵闹怎么样。眼前这个画面，你觉得还不够幸福吗？我们能今天看这个视频的朋友，已经比全球50%的人幸福了。所以大家多点赞关注，让更多人一起来感受这份幸福，对，好不好？尤其是有的人回家，还有在家等你吃饭的人，有人在家盼着你回家的人，那你比全球80%人都幸福了。真的是，我们人还是应该多感恩的。镜头过来，直接进来到他的主卧室。主卧室一进来，首先给到你的就是这么棒的一个 picture window。透过这扇巨大的 picture window， 你可以直接欣赏到后院你的景观树、海岸线，以及非常好听的百听不厌的海浪拍打的声音。是，你就在主卧室有一个这么舒服的小的 lounge 空间啊，这真的是太奢侈的一件事了。而且我们镜头转过来啊，主卧室整体的空间也是没话说的，中间挑高的布局设计，身后啊双开门打开，一会儿带大家出去看。这是主卧室自己独享的非常有情调的一个小阳台了，就看你想听多大的海浪声了。哎，不想听关门，不想听你关上，真的非常非常的安静，对不对？咱别说火车了，海浪你都听不太见了。往这边，它床呢整个推到了房屋靠后的位置，那边是它的 fireplace， 对不对？我躺在这边，靠在床头，依然能看到这么棒的景观啊！是，这个东西就真的是很多东西很难拿价钱、金钱去衡量吧。主卧室2扇门，其实床头后面都能过，是通的。我们先往这边走过来，是它主要的卫生间空间。卫生间进来以后，它的地砖台面换成了塔什马哈，整体来讲属于简约。你要说这个卫生间能不能再使点劲儿给它修得更豪华一些呢？可以的，它是并没有说做得非常的豪华。但你要想，屋主买这个房子就住了一个周末，他要给弄成多豪华呀！住了一天550万，你这个换算非常有道理啊！讲道理，你真是个天才。Freestanding 的浴缸，很漂亮的 picture window。如果谁买这个房子，把它也换成那种大片的，多漂亮！这边直接通过去是它的衣帽间，这边有一个马桶间的空间。过来里面整个 shower 的这边，你可以看到墙边也都是用的塔什马哈做的铺设，里面一个淋浴间的空间。它卫生间我觉得格局可以稍微变一变。就是可以把洗手盆放在这边，淋浴间反而放在那边，给更多的景观，都是可以调整的了。那海边嘛，海边会经常看得到的，挂毛巾是可以加热的，对不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型的私密式的办公室之类的东西吧，反正一般还是衣帽间的一部分吧。那更不用说景观了，这么小的衣帽间里面，你看出去依然都是海景。Right。往这边，更多的衣帽间的空间。规规矩矩的橱柜 ，OK。还有，我的天，对，它并没有说弄得非常的夸张，但是如果你想给它再夸张点也是可以的。衣帽间里面也都是有做 LED 的灯带的，两边更多挂衣服的空间、挂西服的空间都可以。往这边走，主卧室正对的那个浴缸嘛，那个小过道，所以它其实啊，你可以看到不小的这个衣帽间，整个主卧室床在这儿，在床后面几乎都是它的衣帽间。我天，也不小了，绝对够用了。当然，你可以给它 organize， 会给它装修的更好。是。那回到的就是这边的 fireplace， 主卧室氛围担当一定不能少的。最后跟着我们去看一下主卧室自己独享的阳台。从主卧室自己的侧面出来，它自己独享的一个小阳台，依然是利用了它的建筑结构，就是每一段长方形的这个结构的尽头都是一个圆柱形。Right。1楼还记得吗？就是出去的 California Room 外面有一个吧台的地方，出来就是它一个圆，就是我说可以打麻将的那个地儿，好吧 ？OK。楼上主卧室放一个大圆床，往这边一躺，每一个景观的这个留出来的空白的位置看出去都非常的漂亮，非常惬意啊！我就在这儿这样一靠，一点不夸张。刚才 Josh 坐的那个椅子就在下面，对不对？再往远处看沙滩上冲浪的等浪潮的人群，对不对？全部都能看得见，
这边就有点像小城堡的感觉了，是不是、啊 ？Rusty 稍微秀一点了。对啊，就毕竟主卧室嘛，你要想下去可以直接下来，但你们上来我给它锁上，是，对不对？还是挺好的一个设计。嗯就我早上主卧室从这边开门楼梯下去，你别管是海边溜一圈，端着咖啡走一圈，还是说我下去到我的海边的泳池边上转一转，都是可以的。这个画面来讲，我觉得你很难挑出比它更好的画面了吧？那我们的镜头呢，跟着 Josh 一起往前推一推，跟我们一起在最后的好好享受一下这栋非常独特的、拥有450英尺的横接海岸线的豪宅，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视频在这里就和大家完整的分享完了坐落在 San Clemente 加州小浅仓的这种独一无二的豪宅，也感谢 Leasing Agent Team 以及屋主愿意和我们分享这栋极为特别的拥有450英尺加州海岸线的超级别墅。是的，像这样的机会，我们总愿意和大家分享。那最后的最后啊，在这个美丽的夕阳以及美丽的 Golden Coast 旁边，我们的视频和大家说再见了。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